多大师，请再赐教。大师，我接下来这一剑名曰剑谱，一剑6式，每式7变，对吧？那不还是一柄剑吗？你知道我荣天剑法？荣天岭的剑法过凡欠简，这个道理莫坤早就明白了。你认识我师伯？若不是莫坤也是荣天岭的人，我刚才就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请问大师刚才用的是什么功夫？南少林的功夫。我也只是学了些皮毛罢了。这南少林的功夫真有这么厉害？你的剑使得还可以，但是要比起三法印剑，井蛙不可与海。又是三法印剑。这三法印剑到底有多强？菩提院剑出，名扬天下。你想走便走，不想走就不要过这道线。过线就废你修为。我叫卓不凡，能追无尽境，实是不凡人。只有敢于四处漂泊的人，才有资格叫这个名字。所以我的一生，赌命，赌生死，赌未来，赌命运不公，生不逢时。我偏要2两破剑击破300金甲，赌生死无常，尘世浮华。我自己的生死我自己来定，赌未来可期，大业有望。我要守住门派最后的希望，但只有他，我赌输了。我原本以为这世上的缘分是相遇的太晚不行，但实则相反，相遇的太早亦不行。我永远记得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站在花下，笑起来满面春风。只是后来，即使他一直在我身旁，也再不是一生一世，也再说不出那个回答了。年轻的时候，我总在追寻那个答案，但在滚滚红尘中活久了，只期望江湖不再有杀伐纷争，世间也不再有痴男怨女。无分贫富贵贱，众生皆将平等。不错，是这句话。你也进来，你俩都进来。他根本就没有口令，他不能进去，东西不能给他。这是菩提传人的遗愿。闯进去。等等，这老和尚功夫深不可测，我们进不去。那怎么办？就眼睁睁看着内有府的人得到线索？线索缺一不可。如今藏宝图在我们手上，就算他们拿到了里面的秘密，依旧打不开宝藏。
现在充其量只是我们有对等的筹码，至于谁输谁赢，此刻还未能见分晓。方丈，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东西交给朝廷的人。伊尔根觉罗穆青。方丈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世间诸事早已冥冥注定，尔等今日来此，既是机缘，也是了结。方丈，打开。你读读看。吾乃菩提3代传承，吾数年来于塞北镇筑菩提院封印，数遭大内侍卫之奖，为防不测，将菩提封印匿于浮屠寺。日后如果不能亲自来取回封印，我的传人必定会来。我会留一句口令给他，只需说出口令，封印即可封还，无分贫富贵贱，众生皆将平等。光绪31年，吾已亲自决将离世，遂在山西平遥设下衣冠冢，冢中留有舍利罐，将封印踪迹植入浮屠寺。此事我托付可信赖之人，请其处置密葬事宜。吾坚信，所托之人必不负所托。这张卷轴是南少林菩提院首座，最后一次离开浮屠寺时留下的，留给了我的师父。既然菩提院首座的信函中说明了，要有口令的人才能够得到封印，方丈为什么要他进来？看完这封信，你怎么想？这上面的字迹有些眼熟。再好好想想。确实，之前在山西平遥打开墓穴，看到里边的布衣，我就已经知道了，南少林菩提院首座就是从小教我功夫的我的师父程昱。所以我才知道你的名字叫伊尔根觉罗穆青。回答你刚刚的问题，你知道口令，所以可以进入佛堂，获悉你应知晓的信息，而他是程昱的弟子，他的传人，所以也可以进来。方丈，你又不认得我，又怎会知晓我是程昱的弟子？难道是因为我的武功？纹身。师父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从小师父就将这个纹身留在我的身上，没想到原来还有这个用意。菩提院第3代首座程昱，一生授业教徒11人，但始终没有传承衣钵，没能定下谁才是菩提院首座的第4代传人。在圆寂前，他选出一个徒弟，希望在日后他们能够成为自己使命的传承者。
我师父是在浮屠寺里圆寂的。我知道苏云志，就是在山西，我曾经追查过的铲子。苏云志是我的大弟子，他性格善良正直，不畏强暴，符合传人的人选。但是因为戊戌变法后，为了掩护维新党人的逃脱，惨死于清兵之手。我这个徒弟天赋极高，武功卓绝，最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志存高远。只可惜，也是因为维新的原因，身陷囹圄。母亲啊，师父将菩提院的传承交付于你，也将这辛责和苦难一并于你。幽暗中一盏灯，一旦被点亮，就能照破黑暗。你就是陈玉选中的传灯人。原来我一直苦苦追寻的菩提传人，竟然就是我自己。南少林菩提院第4代传人陈阶一波。少林绝学中原本只有一套达摩剑法，明嘉靖年间，释去护禅师剑法傲绝天下，成为菩提院首座后，将自己一身绝学谱写传承，就是这本菩提院秘传的3法印剑。陈玉之所以剑法天下无敌，就是用了这套剑法。这套剑法只有传承人才能接受。这就是菩提封印。封印不能给他，程昱前辈的遗愿是把封印赠予同盟会，以造福天下苍生。方丈，果然和宫里文渊阁那份一样，都放在一个胶木盒子里。多年前，戒律院首座传人叛变投靠朝廷，将戒律院封印献上。此事后，陈玉担心菩提院封印落入他人之手，于是早在多年前就已将其毁掉，改用别的方法将秘密的线索传承下去。这封信就记录着秘密的线索，你没能说出口令。遵循菩提院第3代首座的遗命，封印
只能交给有口令的人，就是他。信上的内容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只能你自己看。信上的内容是否已经记下？幸好你刚刚忍住没有出手，否则菩提院将再无传人。不凡，王力宝来了。卓不凡、于焕杰，大姑命案，今日终于可以了结了。了结？你知道刚才谁进去了吗？就是那个麦喜路跟谭仙在一块的那个女人，她是同盟会的人，想必在里面已经拿到了宝藏。如果这宝藏让同盟会拿到，他必然会跟大清开战。你的大清要亡了。我在，他就拿不到宝藏；我在，大清就不会有难；我在，命案凶犯就定要归案。丁副官，看好荣天岭命案凶犯卓不凡、于焕杰。大师，大脚，我是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。因大沽9人血案，千里追凶至此，缉拿卓不凡、于焕杰。另因净坛密葬一案，需继续追查，以防止国家宝藏被他人盗取，危及朝廷。捕快的衣服什么时候变样了？哦，这是北洋的军服，在下因机缘巧合又做了北洋43协的协军校，但捕快也好，北洋也好，都是朝廷的人。都应遵守朝廷的法纪。这位大师，我看卓不凡一行被阻在外，想必是您的手法。但我要进寺中秉公搜查，还请大师不要阻拦。谁过线，我废谁。我信大师所言，卓不凡一行武功冠绝天下都没能逾越，我自然更不是对手。不过，我有枪。我就不信武功再高，高得过子弹呀！家洛兄，你不用动，让兄弟们上。你们几个过去，干动手就开枪。他妈的，老子毙了你！别动，把枪放下。
向方向！这位大师，在下刚刚多有得罪，请不要责罚我的兄弟。谁过线，我废谁。大师，事关重大，我必须要进寺中追查。那你就往前。小罗，这和尚不是一般人。妈的，卓不凡又跑了，用老子追！就算净坛秘藏是真的，你我也得不到。文渊阁里禁书柜上的藏宝图早就被人盗走了，正是因为这起失窃，才将囚禁12年的我放出查案。被人盗走了？那份戒律封印一直在卓不凡的手中。倘若文渊阁中的戒律院封印没有被盗，你又怎么会有机会重见天日？如若你不一路追查至此，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就是菩提传人？就是这些因果交错，才有了今日的相聚。因是能生，果是所生，因果交错，皆有定数。好了，我该说的已经都说了。浮屠寺，你们不用再停留了。我该去哪儿？你是神探，我又不是。多谢方丈。刚刚方丈说，幸好我忍住了，没有出手，若不然南少林菩提院再无传人。我想知道，方丈是在吓唬我，还是真有这个本事？出家人不打诳语。你不服，这很好。做人就该有不服输的劲。这是什么功夫？南少林安禅智龙。领教了。如果是你师父陈玉，那拜的人就会是我。三法印剑你已经得到了，好好练吧，别让菩提院丢了传承。我师父在此圆寂，他的灵位在哪儿？我想去祭拜一下。找到净坛秘藏了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啊，是我们的人，正在追荣铁岭一行。卓不凡不能杀。怎么样？卓不凡和于焕杰还是跑掉了。哎，为什么卓不凡不能杀？在浮屠寺里找到的线索，也是一张净坛秘藏的藏宝图，其名曰菩提院封印。这只是其中一半，而另一半，则是在宫里失窃的那一份戒律院封印，如今在卓不凡的手中。想要开启宝藏，就得将2份封印合并到一起才行。若是在杀死卓不凡之前没有找到戒律院的封印，那找到宝藏的希望将会很渺茫。找宝藏是你的事情，我的事情是追凶。况且我觉得找不找得到宝藏不是最重要的，只要不让卓不凡拿到宝藏，消除对朝廷的威胁，这就够了。王地宝，你怎么那么轴啊？抓一个卓不凡小小的江湖流寇算怎么回事？为朝廷寻宝才是重中之重。抓卓不凡是树律例之严明，正法纪之规整，立心才是臣子最该做的事情。你一个不入品的小小捕快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臣子？
大人如此见地，真是有损天子所赐的4品官阶。行了，两位兄弟，没必要争吧，咱们都是一伙的。我怎么就跟这个杠头一伙了？哎，对了，你是怎么进去的？什么怎么进去的？普土寺。那个老和尚太厉害了，我和卓不凡都进不去。你是怎么进去的？一开始也没进去，后来来了个小和尚就进去了。小和尚？对，好像是方丈。至于为什么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告诉你们吧，进到庙堂里的是我和柳林。柳林能进去是因为他有口令，就是死在上海的那个谭仙告诉他的。小和尚把浮屠寺的秘密全都告诉我了。咱们在山西找的那个菩提院传人，就是南少林菩提院第3代首座，他是在浮屠寺圆寂的。你拿到枫叶了？我找到个屁！这个菩提传人早就把封印给毁了。那你还不让我杀卓不凡？我都已经查到这儿了，线索越来越集中，我当然要接着查下去了。行吧，你继续查线索，我继续找杀人凶犯。王地宝，我告诉你，你抓你的人我不管，但是卓不凡手上的戒律院封印不能不拿到。没问题。我抓到人或我杀了人，只要东西还在，我给你。你为什么能进去？那女的有口令，你又没有，你是怎么进去的？40多年前，内务府的侍卫就来浮屠寺探查过，毫无所获。小和尚让我进去，就是为了让我死心，因为这里的秘密一文不值。穆景兄，你在佛堂真的一无所获。穆景兄果然拿到了。你看看吧，我虽然没有告诉王地宝，但其实说不说都一个样子。真的没了？真没了。不过我觉得，整个谜团都在一步一步的缩小。那下一步怎么办？回京，我要将所有的线索全都整理一遍。卓不凡呢？这可能是目前最值得高兴的事情。卓不凡一定会以为这菩提院封印在我的手里，他一定会跟着我。所以啊，戒律院封印在他手上反而很安全。那个柳灵，要你交到刑部吗？先留着吧，我不确定他还知不知道其他的秘密。好。对了，葛太兄，柳灵的事情先别对外说，他毕竟是一个同盟会的乱党，传出去我怕节外生枝。眼下还是寻宝第一。我明白了。接下来这一剑，名曰剑谱，一剑6式，每式7变，对吧？那不还是一柄剑吗？你坐这很久了。我知道，今天那个老和尚让你难受了。我不难受，我真的一点不难受。
不凡，没关系的，这样的人，天下也没几个。天下太大了。莫克师伯让我见识了三法印鉴，杜鄂让我见识了南少林的传承。他说菩提院剑除，名扬天下。我荣天剑派的剑法，过凡欠简。他说的，我听得懂，也想得通。师兄，我真的一点都不难过。我现在只想尽快找到净坛秘藏，找到里面的武功秘籍。我要让我们荣天剑法变得不一样。我要让荣天剑除，名动天下。你可以的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是啊，所以我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？这才是你，这才是卓不凡。卓不凡有一颗不输的心，卓不凡一直都赢，哪怕遇到了更强的人，也只会让你更兴奋。记得当年在总坛，你要去挑战成名剑客，送你出山门的时候，我说你一定会赢的。你对我说：“荡胸生层云，决眦入归鸟。”我问你是不是你会取胜的意思，你笑着就下山了。回来之后我就问师兄们，他们也不知道。从那之后我问了好些人才弄清楚的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就知道卓不凡是站在巅峰的男人，从踏出山门第一步就是会当凌绝顶的剑客。不凡，我相信你的剑终将名动天下。二位，能不能不这么做？很累。这不是怕万一要被人看见了，你可以解释说是花钱找女人啊。我手都快酸了。你一个习武之人，这么会儿就不行了？你刚刚提到那个柳林也跟着门三刀一起进了浮屠寺。没错。看来柳林手中掌握了有价值的线索，否则门三刀不可能一直带着他。卓不凡的下一步打算是什么？去顺天府，一是向齐亲王复命，二是卓不凡想了解一些更多的信息，看看能不能去找寻剩下的那一份封印，还有第三，门三刀应该也会回京复命，所以卓不凡也想抢夺门三刀手中的那份封印。聊聊，不敢聊，你的刑罚我记着呢。你记得就好。你呢是一个朝廷乱党，我呢是一个御前侍卫啊，朝廷鹰犬。是啊，我这个朝廷乱党落到你这位御前侍卫手里，最终难免会被拖出去斩了吧？怕什么？斩就斩呗。你们搞革命的，谁还在乎命啊？我知道大人，鹰犬，鹰犬。大人不是寻常的鹰犬，大人不想如此对我。就算我不惜命，大人还替我珍惜着呢。但你们同盟会的是真不怕死，真不惜命啊！大人是不是想说，只要我愿意将菩提院封印的秘密说出，大人您立刻就会放我走，还会亲自护送我到码头，给我买好去香港还是南洋的船票，护送我平安离去，还会给我一笔盘缠，当做您的一点心意。可惜啊，都说是革命了，保命哪诱惑得了你啊？再说了，你们革命儿女的命，哪只值这么一点点盘缠啊？你柳林原本的任务是要保护谭仙，安全地将净坛秘藏交给同盟会。这笔财富是用来干什么？是用来革命的，是用来推翻大清的啊，不对，叫腐朽的清廷。那你怎么可能将这个秘密告诉我一个朝廷鹰犬呢？在浮屠寺里，你我都知道净坛秘藏的情况。戒律院封印在卓不凡手中，光凭一份菩提院的封印，我肯定是无法找到宝藏的。对呀，你们大清内务府100年来无数次寻找，还都是光明正大的查，但都因为藏宝图不全而失败。我们同盟会就算有了这半张藏宝图，那也只能偷偷摸摸的找，
怕是200年、300年都找不到，还革什么命啊？对，这份藏宝图对于我，对于同盟会来说都毫无意义，不如拿来换条命，换自由。大人是为了我好，我要是为了这么个不值当的东西丢了命，那才真是没为革命做什么贡献呢。说这么多没用啊！啊，杀了你，你也不会说的。你现在肯定觉得这南少林首座传人，我的师傅程昱是一个有眼无珠的人，选来选去选了我这么一个朝廷鹰犬去当传承人。大人别这么说自己，我看既然我这么冥顽不灵、尸骨不化，大人得先将我囚禁在身旁了，反正你也不觉得麻烦。你都不在乎，我有什么所谓？为我好啊！我这么一个朝廷乱党，落入到别人手中，肯定又要审又要罚的，免不了受折磨。没用，你死都不怕，你还怕什么呀？所以大人没有对任何人说过，其实掌握菩提院封印秘密的人是我，包括大人的手下，包括和大人有合作盟约的北洋。没告诉别人，就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。若是让别人知道了，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人来盯着你，那个时候让我分神还来不及。所以你放心，你是菩提院传人的事情我也会守住，尽量不给你添麻烦。跟你这么一个聪明人聊天还真是麻烦啊！我想说的话都被你给说了。你不也把我的话都说了吗？哎，真不能告诉我呀！我真不怕死。你别乱动。林姑娘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我在大事上帮不了你，只能帮你做点这些小事儿。听话，别动。好，我不动。你接着说。说什么？你不信他？哦。木青大人是君子，但对于密藏的事情，他不全然告诉我，我可以理解。你们不是合作吗？合作也不代表知无不言。如果他也要抓卓不凡的话，于你而言不是正好？他的目的是寻宝，如果卓不凡被他抓到，要以封印作为交换的话，木青大人一定会同意放卓不凡的。会吗？会的。木青大人对我是有赏识之心的，但也仅仅于此。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他没得选。你说的对。如果卓不凡跟内务府合作，确实可以借他人之手除掉你。所以我必须先找到卓不凡，才能不落被动。还好，你有北洋的枪。北洋的也是为了寻宝。如果北洋的找到了宝藏，不是不能和内务府合作的，毕竟都是大清的军事。我已经让丁宇派人去查了，只不过现在关于荣天岭毫无踪迹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去何处。内务府不去找他们？我猜木青大人是故意不去找的。若如木青大人所说，封印有2份，那么卓不凡定然也是需要木青大人手里那一份。他不是在浮屠寺一无所获？连我都不怎么信，卓不凡定然也不会信，并且木青大人也一定会知道他不会信。所以，木青是在等卓不凡去找他。但卓不凡并没有去找他。我想卓不凡应该不会怕木青大人，更不会怕内衙的那些高手。那他会忌惮你吗？你手上有枪。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后来想想应该不会。卓不凡虽然忌惮我们北洋的枪，但不至于怕，而且寻宝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更不会怕。所以，卓不凡手里应该有更多的线索。即使没有拿到福禄寺的东西，也会继续走下去。毕竟从上海之后，内务府每一步都落后于荣天岭。会不会卓不凡也在等木青去找他？卓不凡桀骜不驯，定然不会这么想。而且，
我也不希望内务府和荣天岭碰面，毕竟他们有一线可能会合作。毕竟这么大一份宝藏，分一点给荣天岭，恐怕他们就够用了。想来想去，我还是应该先找到卓不凡他们。也好，反正我最开始就是冲着卓不凡，冲着荣天岭去的。况且，我答应过你，要让杀人犯尽数归案。我一直都相信你。庄子曰：“权者所以在于得鱼而忘权。”你说你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？说什么呢？听不懂。得鱼忘权，就是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恩将仇报，翻脸无情，过河拆桥的意思。那你是兔还是狗？是鸟还是桥啊？我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，你太不够意思了。没有我，你能找到浮屠寺吗？没有我，你能拿到关键线索吗？这才几天了，门都不让我进。咱们之前可是在一张床上同睡的，现在倒好，只能隔窗相望。这破窗外什么都看不见。林浩瀚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浮屠寺里根本就没有宝藏。那是铁定的，必然的，宝藏肯定不在那儿。所以你死了心吗？刘小姐，你怕是忘了我是谁了吧？我可是有一双无宝不实的眼睛的。你说出了口令，和门三刀一起进了佛堂，可是出来以后呢，他没把你杀了，也没把你送去大牢。难不成你要跟我说，他被佛法感化了？我可是聪明人的，我可太聪明，我就随便那么一想，哎，我就想明白了。真正在浮屠寺拿到秘密的只有你，门三刀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咱们从浮屠寺出来以后啊，他还得把你摁在身边，等着你把秘密吐出来，或者带他去下一个地方。所以你现在呀，是彻彻底底的跑不了，你就是门三刀最重要的俘虏。刘小姐，我们一路同行，我的人品你是清楚的，我根本就没有人品，我只认钱。钱和女人，我肯定选钱，所以为了钱，我决定加入同盟会。对啊，我就是你的统治，你可以把秘密告诉给我，我去帮你找到宝藏。你相信我，你就算不相信我，你也要相信宝藏的力量。我把宝藏找到，我替你交给我们的统治，我们的领袖孙先生。我只要2招。柳林同志，你有你的信仰，你也要相信你的同志我也有信仰。钱就是我的信仰。柳林同志，请你坚信，黑暗是暂时的，黑暗终将被黎明打破，曙光终将到来。
如果你觉得2成有点多的话，其实1成也是可以商量的。我